你很了解我吗？我明白知人的为难。自10年前宫门变故以来，宫门一直独善其身，韬光养晦，对于两家的求助，确实爱莫能助。郑家掌门郑忠义与我略有交情，此次出去，我也和他说明了情由。但为了给郑家留存一点血脉，郑家送出了女儿郑南一，参与了今年的选婚。此刻，人应该在宫门住下了。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这次回来，本应该让你多休息几天的，但深夜传来，的确是有事跟你讲。知人请讲。10年来，宫家财力和收入稳步增长，远超上代执政时期家族财富的积累。你的功劳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江湖上也有共识，认为你是宫门年轻一代当中武力和谋略最强之人。江湖虚名，不必在意。吴峰害怕你，江湖尊敬你。但这江湖，大多时候，害怕都比尊敬好用。无论是害怕还是尊敬，都是对宫门，而不是对我。商爵止语，4宫各司其职。商宫负责兵刃锻造，研发新器；职宫制作各类毒药解药，搭配暗器。哥，这是商宫送来的火药和暗器，还有我为你配制的毒药解药。你还需要什么？随时吩咐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禹宫对宫门的职守和统领。我在外，才没有后顾之忧。唉，张全，你是最识大局之人。当年我做的决定，确实对不住你。本来这知人之位，知人大人，夜已深，我也有些疲惫了。你有什么话，就直接。这么早来看我，你想多了。找我什么事？既然我们的身份一样，我想有些事情还是说清楚一些比较好。哎，不一样。我昨天跟你说了，我是妹，比你高一阶，在无风里位高半阶压死人，这话你应该听过吧？听过，我只是没想到，他们还会派了妹姐吴峰一起潜入宫门。万事皆有代价，有代价就有牺牲。如果不是郑小姐暴露的话，那么牺牲的人就是你了。她也是妹，她那么蠢，怎么可能是妹？所以之后，只有我们2个一起执行任务了，是吗？还有其他人吗？鸦雀成群，孤鹰在天。我们之间不存在我们，也
不存在一起。清楚了。等等，你昨晚潜行外出，有打探到什么消息吗？昨晚我救了你，你至少应该告诉我，到底谁死了？你怎么知道有人死了？那么多白色天灯升空，仆人端着蜡烛、法事器皿往外走，我又不瞎，怎么可能看不出？执刃和少主2个人都死了。你杀了他们？那贾管事真是无风的人。你和他共事那么多年，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我当然清楚，所以才奇怪。但那块无风的令牌确实是从他房间发现的。难道是哥哥为了救我，做了块假的无风令牌？说什么胡话！令牌自然是真的，但应该有人故意放在贾管事房间。这人是谁？查不到。他为何要帮我？帮你？我觉得他在害你。这次被公子羽先发制人，太可气了。而且一想到日后要给他行知刃之礼，我就恶心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要急于一时。谅他也顾不了3玉失联，只可惜，原本想逼他1个月内交出执刃之位，但岳长老替他求情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这岳长老总是偏帮公子羽，着实可气。不可忘一长老，3个长老中，岳长老最为心软，好说话。他只是怜惜公子羽失了父兄，又临危受命当了执刃，自然愿意多扶持他。1个月也好，3个月也罢，没区别，只要结果和我们预料的一样就行。那必然。想当年，哥哥多么艰难才通过3玉失联，公子羽估计连第1关都过不了。就等着看他笑话吧。胭脂弟弟，有件事情我不便做，但是交给别人，我又不放心。哥，你尽管说。我想让你把上官倩从女客院落接回来，暂驻绝宫。这么快？已经定好的亲事，快也好，慢也好，有区别吗？没。哥，你说你不方便去接，我能理解。但你说交给别人不放心，我就不懂了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大家都知道你选了他，那在这宫门里，还敢有人为难他不成？他能有什么危险？我是怕别人有危险。越漂亮的女人，越危险。她漂亮吗？我问你个问题。云为山和上官倩，谁更漂亮？
漂亮的，各有各的漂亮。没错，所以他们各有各的危险。哥，除了漂亮，你还看上上官姐什么呀？芷公子，多谢你来接我。芷公子是不是平日不爱说话？怪不得我看别院的侍女，看到芷公子都有些害怕呢。让别人害怕，总比害怕别人要好。好像是。芷公子，我想问，你想问什么？我想问，绝宫离这有多远？我怕宫二先生等久了会着急。哥哥倒是不急，我看是你比较着急。上官浅姑娘，这是要跟我们芷公子去哪儿啊？我来接上官姑娘去绝宫安顿。公子羽，你这又是要去哪儿？芷公子，按礼数，你应该称呼执刃大人。哦，他这3域试炼这么快就过了？还没。那抱歉了，这声执刃我叫不了。那叫声姐姐来听听。姐姐，那哥哥呢？差不多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再为难我们的芷弟弟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还不是芷人，不过很快就是了，所以我们这才随便走走，提前适应适应。这是通往女客别院的路，你这随便走走，未免过于太刻意了。去接云为山，对吧？本来还没这个打算，因为毕竟孤男寡女，还未成婚就同居，不合礼数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宫上爵也不太在乎礼数，所以我是有样学样，去接云为山也未尝不可。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哎呀，又怎么了？我竟忘了件重要东西，得回去拿一趟。绝宫那边什么都有，不用麻烦，走吧。绝宫还真没有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稀奇？我准备送给宫二先生的礼物。我哥什么都不缺，送他礼物的人太多了。那不一样，儿女情长，弟弟年纪小，自是不同。罢了，我在此处等你，快去快回。宫上爵每一次行动都在我们前面，像是算好了，就连接新娘子都比我们早一步，真晦气。上官姑娘，
执任大人，为何返回？有东西忘记带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执任大人是来接云微山姑娘吧？我上去帮你叫她。不用，如此小事就不劳烦上官姑娘了。帮我叫一下云微山姑娘。是。好。多谢执任大人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今天一早送来的，说要马上启程。娶个亲，都要这么遮遮掩掩，就不能光明正大吗？吴峰势力太大，谨慎点好。只要嫁进了公家，就没有人敢再欺负你了。放心，没死，点了穴道而已，一会儿就解了。你还真是毫不避讳啊！好歹我是个男的。我的身体属于吴峰，又不是我自己的，没什么可避讳。我再复述一遍你这次的任务。不用，韩亚斯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记得清楚，我也要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这次的任务有一些特别。特别危险吗？对。不过也特别值得。完成这次任务，你就可以离开吴峰，过上你想要的日子。宫氏一族常年隐居旧城山谷，自成一派，不受江湖规矩约束，视吴峰为死敌。旧城山谷地貌奇险。宫门内部遍布岗上暗堡，且常年戒备森严，昼夜换岗，从不间断，族外之人很难进入。这些是茶，1杯是药，5杯是毒。宫氏家族分为4门嫡系，以宫为姓，以商、爵、直语为名。直宫擅长医毒暗器，商宫擅长铸造兵刃，爵宫外务，负责家族营生和江湖的斡旋。羽宫内守
防卫统领宫门上下。那杯是毒。我知道。宫门历经100年，他们高度团结一致对外，难以瓦解。而现在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进入宫门最佳的方式，就是假扮成备选新娘。这杯是药。先饮毒汤，再服解药。为何不直接服药？不先中毒，直接服药，那药也是毒。进入宫门之后呢？大门背后就是孤立无援、无依无靠的险境，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，你只能相信你自己。记住，我说的是所有人。包括你吗？公子，宇公子。公子羽，刚填好的手录，给你。下雪了，今年的冬天来得这么早。你真是白长了一副这么好的皮囊。又高又壮，舞刀弄剑的，却这么怕冷。你该收拾收拾回去了。怎么了？一大早就有客人了？别的客人可不像你这样，花了钱，却自己一个人睡在偏榻上。我当然知道，你只有不开心的时候，才会来我这里。古人说五音疗疾，听你弹琴，烦心事好像就都没了。今天是宫门迎娶新娘的日子，你快回去吧，不然你爹又该骂你了。每个脚印的距离和朝向都非常精准，你踩着脚印行走，就能锁死步态。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练这种无用的东西？为了让你看起来更像名门闺秀。这次的选婚是为宫门少主宫焕宇准备，他是宫门下一任执刃的继承人。那我是谁？出身名门山谷，但家道中落，被迫向宫家寻求庇护的云家独生女云为山，所以你的言行举止、步态仪容都必须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。手低了，你一定要竭尽所能，让宫焕宇选中你作为新娘。但我有一个问题，怎么能保证宫焕宇一定会选我呢？宫氏家族选择新娘和一般的选亲标准有所不同。江湖门派一般都是强强联姻，以此来拓展江湖中的势力，但宫家选亲却从来不贪图女方在江湖中的势力。对于宫家来说，任何门派他们都看不上眼。那宫门最看重什么？因为某种原因，宫氏家族人丁稀少，
香火不旺。因此，维系血脉就成为了他们的最高共识。新娘是否健康，能不能为公家绵延子嗣，在公家眼里，就比美貌和家世来得更加重要。所以在选亲之前，都会有专门的大夫为所有的新娘切脉问诊。这碗汤药可以强健你的体魄。如果宫焕宇没有选我做新娘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任务失败？至少失败了一大半吧。那失败后的撤出方式是什么？没有撤出方式，失败了就是死，要么被公家杀死，要么被吴峰杀死，都一样。不一样。死在宫门手里，没那么痛苦。算过关了吗？还有什么要学的？有。还有什么？我不用学。你又跑来这种地方？你不也来了吗？这么巧啊！平时花天酒地、吊儿郎当也就算了，连今天这种日子你也往这里跑，你不要命了是吗？新娘子都没到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是新娘子啊？我要是新娘子，我一定会在洞房花烛夜打断你的腿。怕冷还穿这么少？你懂我，这大早上的确实有点冷啊。你想勒死我啊？行，上车。记住，你叫云为山，从小出生在离溪镇。无论如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会发生什么？寒鸦寺，明天就是宫门开放山谷迎娶新娘之日。之前交代的任务，你可有准备妥当？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此次派出的巫风，名叫云为山，位阶乃魑魅魍魉中的最下阶，魑阶。寒鸦七，在。你负责前往资料中公家的前哨据点，把有一个无风卧底隐藏在新娘中这个信息泄露出去，并且你还要确保他们顺利把这个信息带回宫家。谁知道呢？毕竟我也没有进入过宫门，里面的一切都是谜。这个谜底就靠你解开了。如果我完成任务，你完成任务，我一定会给你半月之影的解药。和你想要的自由。知道了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，
你叫云为山，来自离溪镇。一会儿会有公家的人来接你。这几位客官新面孔啊，想要买些什么？可有单子？3分丁公藤，2株9里香，4两金灿子，8钱天南星。这位客官，您要的这些药不好找，您稍等，我去库里看看。不是要毒药吗？给你了，怎么还赌呢？毒针其重，非凡铁所主，针尖暗中带蓝，染夜空之色。这是公家的独门暗器紫石天，对吧？你还挺懂。此毒色泽发蓝，仿佛午夜子时的天空，却毒性极快，中者来不及哭喊，就已死亡。寂静子时，无声无息，故名紫石天。你还真的懂。看来我们的情报没错，这里果然是公家的前哨之点。才有用。还要继续反抗吗？你能不能别臭着张脸啊？多看你几眼，感觉一整天都会倒霉。从做你的贴身绿衣侍卫开始，我哪天不倒霉啊？你要这么不乐意，那我发配你去巡山行不行？谢公子，听公子吩咐便是。真没劲。把这个地方彻底搜查一遍，所有暗器、毒药打包封箱，带回无缝，清点入库。已经在整理了，但是搜出来的暗器剩余数目跟账本上的收支金额对不上，应该是公家人为了赶回去参加选婚大典，提前运走了。大典，公家难得一次的喜事，怕是只能办成丧事了吧？他们选择新娘一向严格谨慎，就连出发的日期也都是临时通知。他们绝对想不到，新娘里面也有一名无锋刺客潜伏其中。
宫焕宇若是今晚真选她作为新娘，那大家也能算是姻亲了吧？不对，应该算是姻亲才对。我哥呢？少主大人天一亮就去部署今日的警戒工作。10年一次的外来人口入山，不能出错。少主谨慎，识大体，有大局，不像某些人，还在忙着寻花问柳。寻花问柳？你这人用词怎么这么下流？我那叫听取品茗，与音律茶道为伴。再说了，我哥这么聪明能干的人，肯定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。我就算不听取品茗，我能帮得了什么？我说的是某些人，你那么急着往坑里跳干嘛？你再这么没大没小，我发配你去放羊，信不信？谢公子，听公子吩咐便是。快去告诉焕少主，新娘里有一个无府刺客。这可是百草翠，要比人命重要吗？赶紧把他送回驿馆，去找宫元稹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解毒。好，但新娘中潜伏了一名无风刺客，这么严重的事得先告诉执刃吧。不行，还不能让父亲知道。吴凤在江湖作恶多端，父亲向来憎恶。要是让父亲知道这新娘队伍中藏有无风刺客，那所有新娘都得遭难。那怎么办？总得说吧。我去找我哥，他一定有办法。你赶紧找宫元稹。人已经送到了。是的，已经顺利进入旧城山谷。韩亚琪，回首领已经按照命令袭击了宫门山谷外的前哨据点，而且也故意把新娘中藏有刺客的信息透露给了据点的人。那他是否有怀疑呢？药铺老板和我们推测的一样，用看起来像是服毒自尽的方式诈死。为了让他相信我们是真的要杀人灭口，我已经按计划用那柄特殊打造的短剑扎进了药铺老板的胸口，看似致命，实际上避开了要害，不会伤及性命。药铺院落中，我们也特意留下了他们的快马。不出差错的话，他已经骑着马回到宫门报信了。哥，公子，少主正在。哥。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父亲大人，哥，叫执刃和少主。执刃，少主。子玉，你受伤了，你手上有血。我刚回来路上救了一个身负重伤的前哨据点的人。这是他的血，
他还跟我说，说什么？他说这批进入峡谷的新娘里，潜伏进来一个无风的刺客。子玉，你可知你这句话的分量？我知道，所以我立刻来找哥，来找少主。那他有没有说是谁杀了他？目的是什么？那新娘中有刺客的消息，是从何而来？我还没来得及问他。那个受伤的侍卫，现在在哪儿？医馆。刀刃虽薄，但罪有巨毒。不幸2个时辰之后发作，按照那匹快马的速度来说，应该刚好够他抵达九山山谷。所以，他只能来得及留下他那自己深信不疑的信息。新娘里有一个无风的刺客。随后断气，公家也就无从继续追问细节。相死之人，其言必真，没人会怀疑一个死人的临终之言。很好，现在确实可以称得上很好。禀告之人，已经死了。必须要把潜伏在新娘中的无风刺客找出来。哥，这么多新娘，你可有线索？不然该怎么找啊？不需冒险，全部处死即可。请恕属下愚钝。岳微山虽然是最下阶的吃级，但属下也精心训练数年，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和心血，这样主动暴露他的身份，属下不明白。孤掌难鸣，狼行趁手。这么重要的任务，怎么会把风险压在一个人的身上？由我负责训练的其中一个无风，也在今天以新娘子的身份进入了山谷之中。而且，我觉得他成功的概率要大一些。毕竟，她是妹。在今天找出这个无风，一个无风死了，另一个无风才会更加安全。宫门一族一向小心谨慎，如果为了万无一失，将新娘全部杀掉，那我们的计划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那倒不至于，宫门又不是无风。父亲，父亲，为了一个刺客杀掉所有新娘，这么滥杀无辜，我们和无风有什么区别？父亲，那个刺客潜入宫门，就是为了刺杀我宫氏一族。你竟然认为杀人者无辜？那其余新娘呢？又不是每一个都是刺客。我一生闯荡，冒险无数，但绝不会拿自己亲人的性命去冒险，哪怕只有10万分之一的危险，也绝不允许。那先把所有新娘关起来，找出刺客不就行了？如果所有新娘再进入宫门就一夜惨死，那让江湖上的人怎么看待宫家？江湖，现在的江湖早因恐惧无风的威胁而变得正邪不分。我宫氏一族之所以没有屈服，还能独善其身，正是因为平日我行事谨慎。你先回去，我等会儿来找你。金凡，跟我走。
不用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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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。川，金凡呢？金凡哥还没回来。成何体统？外面很危险的，你们这些男孩子也要学会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属下一定时刻保护好大小姐。我也会保护你们的，放心，放心。金凡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好像看见金凡哥跟着雨公子匆匆忙忙的出去了。金凡跟着公子羽，这大晚上的跑出去干什么？你过来，继续练给我看。是大小姐。
别摸了，剑都是钝剑，打中了我们的穴位，让我们昏迷了而已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你叫云为山，来自离溪镇。你欲言又止，想说什么？为什么重复提醒我咬死自己的身份？以我对吴峰的了解，送进去的新娘应该不止你一个，应该还有别的吴峰。你们公家就是这么对待嫁进山谷来的新娘的吗？当初下聘娶亲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，现在我刚离开家几个时辰，就被关在这又臭又破的地牢里，太荒谬了！我爹要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不会